比特币现在该追多吗？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我们从日线来看呢，我们可以发现啊，比特币已经默默的上涨到了非常接近前高点的附近啊。那其实前高点的位置呢极其重要啊。我们现在也是受到我们前期有过的互换受阻。你可以发现，我们前期呢大约就在$27,300的位置呢有过互换，比如说这个地方它有过支撑，然后我们在后面呢有产生阻力的效果。那我们到了相同的位置的时候呢，它一定也会产生一定的阻力。我们现在呢，我认为啊，我们最关键的就是我们目前所产生的趋势线。那当然了，我认为啊，趋势线它其实这个线啊，它的粗细其实并不重要，因为趋势线它确实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了。但是呢，它确实有一个最宽的限度在，也就是如果我们用磁铁把点连起来的话，这就是最宽的限度哦。不过我认为，如果以趋势线的角度哦，你说当前已经碰到了趋势线，我认为这种说法是没有问题的。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最宽的限度要怎么画出来好了。首先呢，我们先点击一下射线，然后我们用磁铁，我们把最高点呢跟反弹所产生的高点啊相连。你可以发现啊，我们当前比特币呢已经非常接近趋势线附近啊。我连的是这个点，还有这个点，而且呢，我有用磁铁吸哦，所以它不存在任何的误差什么的。就是在这个地方，那你可以看到我们趋势线的位置呢，其实它就约略在我们水平的互换的上方，并且呢，离我们的前高啊非常的接近。我们的前高呢，大约是在$28,200左右。那我会认为呢，如果我们接下来要走空头，那价格它就绝对不能越过$28,200。如果我们接下来要产生跌破$25,000的行情的话呢，那我们的价格现在就绝对不可以超过$28,200啊。因为如果我们超过了$28,200，那其实我们在日线这个小级别的空头呢，它就不成立了，它就不成立了。那当然，我们也可以打开一下日线啊。其实如果我们打开日线的话，我们可以发现啊，当前比特币的价格啊，27,271左右呢，它已经在了所有 EMA 之上了。那我们最上面的这个 EMA 呢，它也就是周期最大的。那这个周期最大的价格都可以站在它上面，那就代表说，我们的趋势是有可能发生逆转，有可能。那我认为可能发生的几率呢，就是怎么样？这个可能发生的情况就是，如果我们的趋势线被突破了，斜的趋势线，然后再加上我们的前高点被突破的话呢，那我就相信，哇，那我们的趋势呢就已经逆转了，就空头已经不具备优势了。或者我们就换句话说吧，我们就比较世俗一点的，那比特币呢，它在接下来的时间内啊，就很有可能没办法跌破25,000了。那当然了，我们可以反着想，如果说我们在短期内呢，价格它突破了趋势线，突破了前高，那我相信一定会有非常多人止损，非常多空头止损。那这个时候它肯定会迎来一波短期的上涨。这波上涨呢，如果能突破趋势线，至少，我认为至少都可以到29,000，至少。那我认为如果抓合理一点的位置的话呢，也可以来到3万，也可以回到3万了。那我们可以稍微画一下，如果我们做这张单子，它的盈亏比怎么样？当然了，我们讲的情况是它已经突破了，那现在还没有突破。当然，它有可能在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内，其实都有可能突破。尤其我们现在呢，都完全是跟着美国时间在波动嘛，所以我们其实当前半夜的时候，反而才是它最有机会出行情的时候啊。如果说我们在突破的时候呢，我们来做一张多单，我们就看到3万吧。我认为突破的话拿到3万，问题是不大。然后我们的止损呢，我们就直接设前低，当然也是回调过后的低点了。这样大概可以做出一张2.7的单子，盈亏比2.7的单，其实也算是还蛮不错的。那当然了，这个止盈有2600多刀嘛，那止损是将近1000刀左右了。OK， 这个级别也是比较大的。但如果能突破趋势线的话呢，我相信很快这个目标价位就能到，因为其实在我们突破趋势线的时候啊，这种时候通常上涨它会是最快速的。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前面呢，其实我们前面呢也出现过非常类似的行情哦。好，必须说，其实，在当前的盘面上，我个人还是比较看空的，我个人还是属于比较看空的，但我们不能忽略它有可能突破趋势线，有可能突破前高的这种情况。我们来画一下吧。我们前面呢，我们也一样在这个位置，它产生的趋势线，我们突破的时候，它突破的速度非常快，而且呢，量能也很大，一下子就来到前高点附近了。那其实我们现在呢，我相信如果突破的话，我们也会产生跟前面异曲同工之妙。
而且这两段上涨呢，或者说这两段上涨的起点啊，它的确是有相似之处的。比如说，我们在这个位置啊，我们就看这几根 K 线，这几根 K 线啊，还有我们后面呢所产生的这几根 K 线，你可以发现什么呢？它走得很像啊。为什么要说它像不像呢？我们可以辨别我们这段上涨的起点啊，它强不强势？那以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我认为还算强势啊，还算强势。如果说很弱势的话，那这个时候我会极度的看空，甚至很有可能空单就直接开了。但就是因为我们这段的上涨呢，其实它还是挺强势的。怎么说呢？你可以看我们前面它引领了一波不错的上涨，这个毋庸置疑。我们从24600的位置呢，一路涨到了32000，这段上涨呢，它也算是很不错的上涨。你可以看我们第一根阴线砸下来的时候，打出了新低。我们这边不是也一样打出了新低，至少是这一段以来的新低，这个绝对没问题。然后呢，我们后续又产生了连续3根的反弹，那我们在这里是产生4根。再来，这个最重要的是，我们回调的时候啊，它产生的量能很小 ，K 线很短小，量能很短小。我们这里也是走着一样的行情，那我们后续就突破了。那我们这里有没有可能突破呢？这个我确实不清楚但是呢，以目前的情况来看呢，其实我们这一波这一段用白色框出来的这一段呢，其实它算是强势的，就你可以看我们像前面这个位置它也出现了一样很强势的表现之后呢，它随后产生了突破。那如果突破的话，虽然我认为突破的几率呢是比较小的因为其实我个人还是比较看空的，我认为这个2万5的位置是要破的。但是呢，如果我们突破趋势线的话，我会追一张短线的多单，目标是在3万，至少到2万9，但是到3万，我认为这个地方是没问题的。如果说突破趋势线的话，要到3万绝对不是一件难事。对空头来说，现在应不应该做空呢？我们在下跌过后它确实目前已经产生了反弹。那这段反弹，其实我们在下跌的时候呢，或者说我们想抓空头行情第一段的下跌它通常不是好抓的，通常很难把握，通常可以抓得住的下跌呢，都是在第二段，也就是反弹过后所产生的下跌那我们现在产生的反弹，它是不是一个好的做空机会呢？我们先切小级别来看，我们切小到4小时，从4小时呢，我们可以看得更清晰一些。其实以当前这么强劲的上涨来看呢，我认为做空都是非常左侧的行为至少我们很难确定它涨完了没有，真的很难确定除非它出现一些信号。那以目前的情况来看呢，它是还没有很明确的信号展现出来的。那我也会认为，其实我们综上所述呢，空头的最大的止损、最宽的限度呢，就是到前高了，就是28200这个地方。如果被破，那我相信空头在短时间内呢，它是没有机会下破25000的。那如果持有空单的朋友呢，其实还有一种止损的方式就是时间止损。就一旦我们耗费了太久的时间，我们没有往下破，那其实空头的优势情况就会慢慢消失。这个要怎么去测量呢？你可以看到，我们到现在呢，其实已经累积了1个月了。1个月，我相信如果突破的话，它还是可以引领一波行情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看突破趋势线，那可以回到3万的原因。我们在上方呢，它走了55天了，那我们还相差了大概23天。这23天呢，也就是如果我们在接下来的行情我们再震荡23天内还没有下破2万5，那么空头的优势其实就会消失了。现在还是空头有优势，我认为是这样子。那如果在23天内它还没有下破，空头的优势就会消失。就如同呢，我们当时拉涨的时候这个时候多头有绝对的优势，直到我们不断的测试前高，多头都还有优势可以突破3万2左右的。但是呢，就是因为我们震荡的时间太长了，多头的优势被时间给慢慢消耗完了，给磨没了。那我们现在呢，空头也会面临一样的情况如果说在23天内还没有下破2万5，那我们的2万5很有可能呢，在短时间内就不会下破了，然后我们随后呢会来一波震荡，或者是更强劲一点的震荡这种也是有可能的。好，我们再切到4小时吧。从4小时来看呢，我们画一下我们下方的箱体这个箱体是我们震荡的箱体。那其实震荡呢，通常来说都会有箱体的。首先，你可以看我们上缘的部分，这个位置，然后还有我们下缘的部分我们下缘接触的次数是比较多的，所以其实以我们这个箱体来看白色的箱体来看空头它是比较具有优势的。不过，它最后还是往上破了。那我们现在呢，你可以看到，在这个位置它有所停留，也是很正常的，因为我们在前期呢，大约在27300的位置，它就有个互换。
那来到这个地方呢，很正常啊。但以空头的角度来说呢，这个位置直接做空风险太大。但如果我做空的话了，我一定会把止损啊，如果有出现信号，如果我做空，我一定会把止损放在前高28200的位置，并且博弈一张跌破25000的空单。就这张单子，我就是要看到它跌破25000，不然就绝对不出场，至少是这种级别的。好，非常感谢各位。如果大家也想参与这些交易机会的话呢，非常欢迎各位可以点击下方的 Bybit 链接。现在只要 KYC 入金$100，就会赠送你$30的现金，而且这个现金呢，你可以直接提币走。那 BitGet 现在你只要 KYC， 不用入金，不用交易，就送你$20的体验金，还有一个数字盲盒。那也非常欢迎各位可以看我上一部影片哦。上一部影片呢，我认为这个是非常感动的案例，就有观众呢来找我，他就说他在学生时期呢，大学的时候炒币。并且呢，从10万台币翻到500万左右，并且开了一间公司，那也有规划开饮料店等等等的。等于说，在大4的时候呢，他就已经是笑脸大了，就自己当老板了，而且有一定的本金。那当时呢，他这些本金也都是从交易来的，所以非常欢迎大家可以看一下他的亲身经历，还有他的 mindset 心态的变化。因为交易来说，心态也是很重要的。非常欢迎各位可以帮我的影片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拜拜。